今天我们来聊聊90%人都搞不清楚的退休金迷思。很多人以为等退休时，劳保和劳退加起来就是一笔钱，可以一次领走或每月领取。然而，专家指出，这其实是2笔不同来源的退休金，而且性质天差地远。如果你搞不清其中差异，可能会让自己的老本少掉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别担心，今天就带你一次看懂劳保年金和劳工退休金的不同，深入探讨如何运用这2大制度，为自己退休生活多赚上110万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揭开第一个真相，退休后你其实有2笔钱可以领。很多劳工朋友直到临退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退休金不止1笔，这2笔钱就是劳保老年给付和劳工退休金，简称劳保和劳退。90%的人会把它们搞混，以为它们是一回事，但事实上，这2者完全不同，就像2条不同的道路，最后都通往你的退休生活。搞懂这2条路有多不同，才能避开退休规划的大陷阱。我们从源头说起，劳保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是每一位受雇劳工都该参加的第一道防线。自你踏入职场，公司就依法替你加保劳保，每月你和公司各缴一部分保费给政府。劳保不只保障退休，还包含伤病、生育、失能、死亡等给付，其中和退休相关的就是老年给付。可以说，劳保年金是国家为劳工打造的安全网，退休时由政府每月发给你养老金。劳退则是第2层的职业退休保障，它源自劳工退休金条例，是老板每月为你预先准备的退休金专户存款。每个月，雇主按照法律至少提拨你月薪的 6% 进你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你也可以自愿额外提缴最多 6%， 让退休金存得更快。这笔钱属于你个人名下，政府帮你投资，运用专款专用，存着等你退休。所以劳退比较像是自己的退休储蓄，而劳保更像是保险年金。2者各有账户，互不相通，也不会互相抵消。换句话说，未来退休时，劳保领劳保的，劳退领劳退的，加起来才是你总共的退休金。很多人误以为劳保退休金跟劳退金只能2选1，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举个例子，公司替你加劳保，同时每月帮你存劳退金，等你退休时，先从政府那领到劳保年金，接着再从退休金专户领出你的储蓄，这可是2笔钱。如果有人还傻傻以为只有1笔，那真的是白白少算了一大笔，绝对要赶快更正观念。了解了劳保和劳退是2条平行线，接下来深入看看他们制度上的大不同。先说性质，劳保是社会保险，政府扮演保险公司的角色，提供保障并承担风险。劳退则是退休储蓄制度，属于你的个人资产，由政府代管投资，但盈亏最终由你自己承担。好在政府有最低收益保证，不会让你的退休金亏掉本金。再说资金来源，劳保年金的资金是大家一起出的，雇主出大头，劳工自己也缴一部分，政府还贴一点，钱集中进劳保基金。现职场上的年轻人缴费去支付已退休长辈的年金，有点像大水池共济的概念。而薄薄劳退金则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钱，每月雇主提拨的 6% 直接进入你个人的专户，就像你的专用小金库。这个专户记录着你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累积了多少退休金，将来统统都是你的。由于劳退是账户制，理论上不会有破产问题，但劳保因为是整体基金运作，还会受人口老化等影响，常有人担心财务不稳。然而政府不断强调，就算劳保基金短缺，也一定会负责到底。这点大家先不用太担心，重点是如何把属于你的钱领好领满，计算方式也是差很大。劳退金很直观，就是看你账户里有多少钱，退休时可以一次领出本金和收益，或是选择按月领取固定金额直到领完为止，可约定按月领10年、20年等，甚至可选终身月领，由政府帮你算一个终身年金额，但本质上都只是把你的本金摊开来发。简单讲，劳退领多少取决于你工作期间存了多少和投资收益如何，所以多缴多得，久缴久得。劳保老年给付则是采取给付制公式计算，跟你的投保薪资和保险年资挂钩。现在劳保老年给付有3种领法，一是老年年金，
每月领终身；二是老年一次金，一次领退休金；三是一次请领老年给付。某些旧制或年资不满15年者适用。大多数符合资格的人会选择月领年金比较划算。劳保年金每月可以领多少呢？其实有一套复杂的公式，由劳保局代为计算。简单理解，月领金额主要取决于平均月投保薪资乘上累计年资，再乘上一个给付率。另外，为了鼓励大家选择月领，政府还加码一笔基本加给，目前是每月额外加给新台币3000元，确保退休族每月有基本的保障。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寿命达到平均值以上，选择月领总金额会比一次领多出许多。这边要特别注意一点，劳保的平均月投保薪资并不是单指你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薪水。根据规定，月领年金的平均薪资是采你历年投保薪资的最高60个月平均来算，概念上相当于选你职涯中薪水最高的5年做平均。而一次领退休金的平均薪资则旧制含新制算法不同，可能取你最后3年的平均或最高5年平均。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因为很多人在职涯末期可能想转个轻松的低薪工作，如果你还想领劳保年金，就要小心，薪水下降可能影响你退休金计算。好消息是，现在多数人都在年金新制之下，以最高5年平均计算，不一定是最后5年，而是你过去最好的5年。所以即使你后期降薪，只要你曾经有5年的薪资较高，那段黄金岁月的收入仍然会让你的劳保年金保持在不错的水准。但是如果你压根就一直是低薪，那退休金当然也会比较少，这就无解啦，需要靠劳退的强制储蓄来补强。适用对象方面，劳退金只保障受雇于适用劳基法的劳工，也就是有老板帮你提拨退休金的人。如果你是自己当老板或自由业没有固定雇主，很遗憾，你没有劳退这条路可走，只能靠自己存退休金了，或者看看其他退休方案，例如国民年金等。但劳保比较佛心，受雇劳工一定有劳保，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例如计程车司机、外送员、SOHO族，也可以透过参加职业工会来加保劳保。换句话说，就算你没固定老板，你也能参加工会自己缴劳保费，将来享有劳保老年给付。但要记住，这种情况下你依然没有第二层的雇主退休金，所以很多自营业者或接案工作者往往只有劳保这一笔退休金。难怪常有人说劳退新制照顾不到非典型劳工，因为他们压根没老板提拨退休金嘛。如果你属于这类族群，更要提早自行准备退休储蓄，千万别以为有劳保就够了。总结来说，劳保无业时劳退的差异可以一句话归纳：劳保是国家给你的终身年金，劳退是自己存下的退休财富，一个偏重保障与平均分配，一个强调多存多得、专款专用，两者不冲突，也不能互相取代。只有把两笔都领到手，才能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完整的经济支柱。接下来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时候可以领这2笔钱？别以为退休金就是退休那天一次领完，其实劳保和劳退请领时间的规则也很不同，而且大有文章。劳退金根据现行规定，年满60岁就可以申请领取，不管你那时候人还在不在职，只要到了60岁这个门槛，就有资格把自己账户里的退休金提出来。注意，是只要年满60岁，也就是说，就算你还继续上班，没正式办退休，你也可以先向劳动部申请领劳退金。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愣一下，什么？我60岁还没退休也能领退休金？是的，这就是劳退新制弹性的地方。劳工到了60岁，等于你的退休金存折可以开始动用了。而且更棒的是，如果你60岁领了一次退休金，但你后来继续工作，老板仍然要每月继续帮你提拨 6% 新的退休金到你的账户。之后等你65岁、66岁，只要你每隔满1年，都可以再次申请领取新增的这部分款项。这种机制称作续提退休金，等于你可以1年领一次新增的退休金。不论你选择一次领、清或月领，重点是领了还可以继续存，存了隔年又能再领，非常弹性。反观劳保老年给付就没这么弹性。劳保规定的法定请领年龄目前为65岁，早年是60岁，民国98年起逐步延后，现已提高到65岁为上限。
也就是说，一般劳工必须年满65岁，并且办理退休离职，从劳保退保后才能开始请领劳保的老年年金或遗失金。很多人搞不清这点，以为自己60岁有劳退可以拿，劳保年金也能一起拿。错，60岁时你能拿的是劳退，但不能拿劳保年金，因为你还没达到请领年龄。如果有人硬要60岁把劳保退休金拿出来，可以吗？原则上，除非你符合特定提前请领条件，比如某些行业或身心状况，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但也有例外哦。如果你是以职业工会身份参加劳保，也就是没有公司雇主自己缴劳保的情况，满60岁就可以选择请领劳保老年给付。这点跟一般公司受雇劳工不同，算是对自营劳工的一种弹性照顾。因为自营者通常经济负担都自己扛，让他们60岁就能领，可以减轻继续缴劳保费和健保费的负担。一旦你领取了劳保给付，就意味着你从劳保退保了，不再是被保险人。所以公司受雇劳工如果打算提前领劳保，就等同于提早办退休，离职，公司劳保名单上把你退掉。实务上，一般企业不太可能让你领了劳保年金还留在原职，因此对有工作的劳工来说，劳保的钱通常就是等真正退休时才会领取。简而言之，劳退金60岁起随时领，劳保年金得等到退休时才能领，大部分是65岁退休时。这个差异导致一个有趣的现象，退休并不等于领钱时间一致。有些人60岁没退休，但已经先把劳退金领出来享用了，也有人65岁退休，劳退金其实早在几年前就陆续领了。这里就牵涉到领取顺序的技巧问题，我们下一段重点说明。终于来到大家最关心的部分，怎么领才能多拿钱？标题说的多领110万元年金到底是什么妙招？现在就揭晓。其实秘诀并不复杂，用一句话说就是聪明搭配劳保和劳退的请领时机，让两笔钱都发挥最大效益。首先，对于没有固定雇主参加职业工会劳保的朋友，比如计程车司机、小摊贩、自营业者，专家郑正一建议一个策略，60岁就开始领劳保年金。原因有二，其一，既然你没老板，收入自主，60岁以后再自掏腰包缴劳保和健保，其实负担不小，不如及早请领，拿回属于自己的养老金，同时停止每年上万元的保费支出。其二，早领早享受，钱早点拿到手，你可以更灵活运用，改善生活品质，何乐不为？很多人担心提早领会不会吃亏，拿比较少的月退俸。其实劳保年金的计算本来就是依年资来，你60岁时可能累积了比如30年的年资，65岁可能是35年年资，年资较少，月领金额确实略低一些，但是你多领了5年的月数，把总额一算，你会发现提前5年领，总共可以多领将近60个月的金额，这可不是小数目。举例说，某位朋友按正常65岁退休，每月可领约2万元，那如果60岁就领，每月可能只有约16000元。但是从60岁到65岁这5年，他领了16000乘以60个月，96万元左右。等到65岁时，虽然他月领比别人少了4000，但要等到80多岁，那些正常领的人累积领取总额才可能追上来。而根据统计，台湾男性平均寿命大约77岁，女性约84岁，大多数人其实等不到自己后面那几年多领的总额能超过提早领的优势。更何况通货膨胀会让未来领到的每一块钱购买力变低，提早拿到手的钱更值钱。所以对于没有雇主的劳工来说，满60岁不妨考虑一下提早请领劳保年金，把劳保这笔钱提前变现，再加上你60岁时本来就可以领劳退金，因为劳退不论有无雇主都是60岁开放。这样一来，你在60岁同时拥有2笔退休收入，一笔是劳保月退金，另一笔是劳退存下的退休金。专家算过，假设你的劳保年金每月18000，那60岁到65岁就先拿到超过100万元，再加上劳退账户里存的几十万，一起提领出来运用，经济压力大减。这就是2笔退休金一起用的威力。那受雇于公司的上班族呢？如果你还在职场，有公司帮你出保费，情况就不同了。郑正一的建议是
不一定要60岁提早领劳保，因为你继续工作，公司还在帮你缴劳保和健保，你自己也有薪水收入，其实并没有急需在60岁拿劳保年金来贴补。而且只要你持续工作，你在劳保的保险年资可以继续累计，年资没有上限，多做1年，将来月领金额就多一点。以劳保年金公式来看，每增加1年年资，你的年金月额大约增加 1.3% 到 1.55%， 累积下来也不容小觑。另一个非常实务的原因，大多数受雇劳工在65岁以前，公司通常不会强制你退休。现在法律已把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一些单位甚至鼓励延后退休。所以60岁时，你大可继续工作赚薪水，薪水绝对比你那时提前拿劳保年金划算太多了。与其60岁退休拿每月1万多，不如工作到65岁，每月领薪水几万，等65岁再开始领更高的劳保年金。更何况退休后不止收入少了，生活重心也会改变。很多现代银发族选择65岁前继续发光发热，工作到65岁再退休，劳保年资更长，平均投保薪资可能也维持较高水准，最后算出的月退金额一定比60岁退休时丰厚。所以对上班族而言，提早领劳保不是硬道理，重点是看你的工作状况和身体状况。如果你身体还硬朗，工作也做得下去，其实多做几年赚薪水，累积退休金是最优选。不过上班族有一个小撇步，可别忘了，劳退金到了60岁就能先领。就像前面说的，劳退和是否退休无关，所以假如你在公司做到60，甚至还想做到65岁，你完全可以在60岁时先去申请领取自己退休金专户里的钱，毕竟那是你这几十年存下来的，不领白不领。有人可能会犹豫，我60岁领了劳退金，万一后面活很久，是不是钱花光了就没了？其实你不用一次领光，可以选择把账户里的钱转成每月发放，比如约定领个10年或20年。如果你打算65岁才正式退休，你也可以60岁领出一部分，或者一次全领出来后拿去投资、买年金保险等替代方案都行得通。重点是这笔钱到了60岁就是你的囊中物，提早从政府手上拿回自主权往往是明智的。而且正如前述，60岁领了劳退后，你继续上班，老板还是每月会帮你提 6% 新的退休金哦。也就是说，你60岁领走的只是已累积的部分，接下来60到65岁这几年，你还能再存一笔新的退休金，到65岁时又可以再领一次。一些聪明的劳工就这么做，60大寿一到，先把劳退金领来，当作提前送自己的退休贺礼，部分用于投资理财，部分留下预备金，接着继续工作5年，每年又陆续请领当年新增的退休金，65岁真正退休时，再去申请劳保年金按月领取。这样一来，2笔钱一笔不漏，而且资金时间价值发挥到最大，该提前领的提前领，该延后拿的也撑到权益最高时才拿。有人可能会问，那劳保年金和劳退金到底该选月领还是一次领呢？这其实是另一个大哉问，也牵涉到金额多寡的抉择。一般而言，劳保年金如果你符合月领资格，年资满15年等，选择按月领会比较划算。原因很简单，劳保月领是终身领，每月还有基本加给，活得越久领得越多，而一次领则领一笔固定的金额，就算活到100岁也没有再多给你1块钱。而且劳保年金有遗属年金机制，假设你领没几年不幸过世，你的配偶还能承接 50% 继续领一辈子，或者一次性领取你理论上本可领到的剩余差额，等于钱不会白白消失。所以劳保年金月领不怕赚不到本，除非你很不幸单身又短命，不然怎么算月领都不吃亏。反之，劳工退休金因为本来就是你的钱，政府没有帮你贴什么本，所以怎么领主要看你自己的理财需求。你可以一次全领出来运用，不少人会把它拿去还房贷、买保险或投资，也可以请领每月固定金额，让自己多一份现金流。大多数人倾向于劳保选择月领，劳退则一次领出，这样手头上有一笔资金可以灵活支配，同时又有劳保年金每月入账的稳定现金流，
可谓鱼与熊掌兼得。如果怕一次领出会乱花光，也有人选择劳退金分年领，让自己有点强制收入的感觉，这就因人而异了。最重要的是知道两边的机制不同，善加运用。说了这么多，来为各位重点整理一下，劳保和劳退是两套平行的退休制度，一个是国家给的社会保险，一个是老板替你存的退休储蓄，两笔钱都别漏掉。劳退金60岁即可领取，而且不影响你继续工作。劳保年金通常得等你正式退休时才能开始领，但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提前5年请领。一般而言，如果你在职场待得久，有稳定工作，劳保年金延后请领可以拿到更高月额。但如果你无法或不想工作到65岁，提早请领反而让你总收益更高，千万别错过时机。至于劳退金，到了60岁该拿就拿，那是你的血汗钱，拿出来灵活运用，反而能创造更多价值。专家强调，正确组合劳保与劳退的领取策略，胜过一味递存更多钱，却在领取时踩雷。像是有些人搞不清，把劳退金放着不领，结果等到65岁才一次领，白白错过5年的运用时间。还有人误以为领了劳保年金就不能领劳退，平白损失自己账户里的大笔存款，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你已经知道，退休金的世界其实一点都不无聊，还暗藏着许多攻略和陷阱。掌握规则，就能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更从容。最后提醒大家几点小细节，如果你在退休前换到薪水较低的工作，不用过度恐慌劳保，年金会大减，因为薪资是看历年最高薪资平均，保持高峰5年对你最有利。如果你的健康状况和家族寿命不算长，那更应该倾向提早领，落袋为安。反之，若你家人都长寿，而你工作也乐在其中，可以考虑多工作几年，让65岁以后的每月退休金更可观。退休金领取没有万灵丹，每个人的最佳解答可能不同，但原则是不变的。善用劳保和劳退这双重保障，把该拿的权益一样不扫地拿到手。人生下半场，财务自由和安定最重要。希望今天这番深入剖析，帮助你厘清了劳保 vs 劳退的迷思，也学会了如何多拿到属于你的那份退休金。别再让制度的复杂吓退你，只要搞懂规则，你就能运筹帷幄，让退休金最大化。退休必看的秘诀就在这里，记得分享给身边的亲友，让大家一起避免踩雷，聪明退休。现在就开始检视你的劳保年资和劳退账户余额，为自己的黄金岁月做好准备吧。祝福大家都能财务无虞，乐享退休生活。